这次课开始讲楞伽经。楞伽经的翻译有3个版本。在南北朝时期，求那跋陀罗在公元436年翻译了一次，叫做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。菩提流支在公元513年翻译了一次，叫做入楞伽经。唐朝的时候，什刹难陀在公元700年又翻译一次，叫做大乘入楞伽经。这3个版本中，第一版求那跋陀罗的版本影响最大，咱们就讲这个版本。它这个经文很长，咱们时间关系就只能挑2段我认为最重要的来讲。这2段主要是讲心识结构的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时有几种生诸灭？大会菩萨是这部经里负责提问的。什么是摩诃萨呢？摩诃萨的全称是摩诃萨埵，摩诃是大，萨埵是有情众生，连起来就是大众生大有情，指有作佛大心之众生，也就是菩萨了。所以菩萨摩诃萨其实就是菩萨。整句翻译过来就是大会菩萨问佛说：诸心识有几种生诸灭？就是诸心识的运动变化有几种？佛告大会：诸识有2种生诸灭，非思量所知。诸识有2种生，为流入生及相生；有2种住，为流入住及相住；有2种灭，为流入灭及相灭。佛回答：诸识有2种生诸灭，这个不是凡夫外道可以想象的。哪2种呢？就是流入生诸灭和相生诸灭。流注的生诸灭就是第8识种子的运动；流注就是水流动注入，表示前后生灭相续不断，表示很细微的持续不断的运动。第8识种子的运动就是这种运动。咱们大概讲一下种子是怎么运动的。种子的运动可以分成2种，一种是种子生现行，一种是种子生种子。画个图。横向的这条线代表时间，我在线上标出前后2个刹那。比如现在时间运行到第1刹那，在第1刹那这儿有一堆种子，这些种子里存储的是你无始以来的无明业力，然后种子首先要生现行。所谓现行就是显性世界，也就是前7识还有根身器世间。然后你在这一刹那的所作所为，比如你的虚妄分别你的业力又会反熏种子，这叫现行熏种子。与此同时，你在这一刹那的种子还会生成下一刹那的种子，然后下一刹那的种子再生现行，现行再熏种子，一直那么持续下去。所谓流注的生诸灭，指的就是8识种子的这种生诸灭。相生诸灭指的就是前7识的运动，这种运动是有相的，就是有外在的表现的，所以叫相生诸灭。诸识有3种相，为转相、业相、真相。大会略说有3种识，广说有8相。何等为3？为真实、现实及分别事实。大会譬如明镜，持诸色相，现实处现亦复如是。诸心识有3种相状，3种状态：转相、业相、真相。转相就是动的样子，诸识的运动变化就是转相；业相就是诸识杂染的样子，真相就是诸识没有杂染的本来样子。对诸识进行分类的话，简略的分有3种，细分的话有8种。3种是哪3种呢？就是真实、现实及分别事实。真实就是心性真如，现实就是第8识，分别事实就是前7识。就像镜子能现出各种色相，现实也类似这样显现外境。就说一切法都是由第8识变现出来的。大会现实及分别事实，此2坏不坏，相辗转因。就说现实与分别事实2者无异，相互为缘。第8识变现前7识，前7识反过来熏习第8识种子，二者相互为因，互相为缘。
大会不思议勋及不思议变是现实因。就说第八识的产生啊，是以不可思议的习气变化为原因。不可思议的习气变化就是现行熏种子与种子生现行，就是种子的运动。这种熏习变化运动不是凡夫外道可以思议的，所以叫不思议熏，不思议变。大会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是分别事实因。分别事实就是前七识，它是以无始以来的习气种子为因，起分别外境的功用。凡夫的第八识里存储的都是分别细论的种子，这些杂染种子就生出了杂染的前七识。大会若复彼真实种种不实诸虚妄灭，则一切根实灭，大会是名相灭。真实就是真如，根实就是根身和前七识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如果那些能丈夫真如的阿赖耶识中的各种分别习气种子灭了的话，你的前七识还有根身就都灭了，这就是相灭。相灭就是之前讲的两种生诸灭中的相生诸灭，相灭就是前七识的灭。这句话就说，如果你想让杂染的前七识断灭掉的话，你把相应的杂染种子断灭掉就可以了。杂染种子一没，就不会再升起杂染的前七识了。大会相续灭者，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，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。大会所依者何？是其所依故。依者为无始妄想熏，缘者为自心现等实境妄想。上一段讲相灭，这一段讲流注灭。流注灭也叫相续灭，就是第八识种子的灭。翻译一下这段，相续的种子运动怎么可以灭呢？只要种子所依靠的因灭了，相续就灭了；只要种子所依靠的缘灭了，相续就灭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种子相续要依靠这些因和缘才能相续。那相续的因和缘分别是什么呢？因就是无始以来的妄想分别习气，缘是自心所现的妄想分别。这段讲的是如何灭掉杂染种子。灭种子就要从种子生成的因和缘上下手。种子的因呢，就是习气。习气也翻译成余气、残气等等，就是你的行为发生之后所残留下来的气。就好像你手拿鲜花，你把花送给别人之后，你的手里还留有余香，习气就类似这种东西。种子最开始都是习气，习气积累多了就变成了种子，所以习气可以说是种子的生成因。你要是想消灭种子呢，你就把习气一点点磨掉，种子慢慢的就没有了。然后种子生成的缘呢，是内心的妄想分别，这个是杂染的现行啊。现行可以熏种子，它对种子的生成也能贡献力量，所以管它叫做缘。用一句话总结这一段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灭掉杂染的种子，你就要灭掉习气，还有现实的妄想分别。大会譬如泥团微尘，非易非不易，今庄严具亦复如是。大会若泥团微尘易者，非彼所成，而使彼成，是故不易。若不易者，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。翻译一下这段，泥团与微尘既相同又不同。微尘就是微小的尘埃，泥团不是微尘，所以不同。泥团是由微尘组合而成的，所以又相同。金子与金饰品的关系也是如此。如果泥团与微尘不同，那么泥团不可能由微尘构成。既然泥团由微尘构成，所以可以说它们之间是相同的。但如果它们是完全相同的话呢，那么泥团和微尘不应该有分别。这段总结一下，就是泥团与微尘它们是相同的，也是不同的。总之就是同又不同。如是大会，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者，藏识非因；若不异者，转识灭，藏识亦应灭，而自真相实不灭。是故大会非自真相实灭，但业相灭。若自真相灭者，藏识则灭。大会藏识灭者，不依外道断见论义。转识就是前七识，藏识就是第八识，真相就是诸识本来的样子，就是心识去掉杂染之后清净的样子。业相呢，就是杂染的样子。整个翻一下这段，就类似泥团与微尘那样，
如果前期时不同于第八时，那么第八时不应该成为前期时升起的原因。但如果说它们完全相同，那么前期时灭也就是第八时的灭。但是第八时的真相是不会灭的，诸时的自真相是不会灭的，只有杂染的业相灭。如果有真相灭，那也就有阿赖耶识的灭。如果有阿赖耶识的灭，那么这种说法就与外道的断灭论无异。如果大家第一次听可能会有点晕，其实这段的核心思想很简单，就说前期时可以灭，但是第八时是不灭的，第八时只会转，从杂染转到清净。如果第八时都灭了，那就只剩下真如了，那就说真如可以脱离有为法自在的存在，那真如就有实体性了，这个就是外道的见解。大会比诸外道作如是论，为摄受境界灭，实流注亦灭，若实流注灭者，无始流注应断。大会有外道认为，如果人不认识外境了，比如在你睡觉的时候，那么识的相续就灭了，就是第八识的种子就断灭了。此时呢，无始以来的种子相续也就断灭了。这种说法呀，明显是不对的，种子的运动是不会断灭的。大会外道说流注声音，非眼识色名即会而生，更有异音。这里声音这个词儿一般都翻译成作音，所谓作音就是因缘和合之外的原因，或者说创造因第一原因，比如上帝大梵天。翻一下这段，外道说世界是由作音生成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佛教认为眼识的生成要依靠种子、形色、光明等众因缘和合才能产生，但是外道并不这么认为。大会比因者说言，若圣妙，若是夫，若自在，若实，若微尘。外道所说的生成世界的原因有哪些呢？有圣妙、是夫、自在天、实、极微等。圣妙就是大梵天，是夫就是灵魂，自在就是大自在天。大自在天类似大梵天一样，也是一位天神。实是时间，有外道认为时间为一切万物升起之因。微尘这个好理解，就类似原子论，这个世界都是由微尘组合而成的。这样第一段就说完了，先休息一下。如果大家想看我的全部视频，赞助你喜欢我讲的课程，投放广告报名成为学员，可以看一下我的网站。